你下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道路尽头站着一个头发火红的少女。此时雷声响动，她开口：“弟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你呆立原地，与此同时，记忆逐渐涌入脑海。眼前这人名为火灵儿，是你穿越这么多世界中第2世界的女反派。没错，你是一个穿越者。10几年前，你接受了系统给的任务，分别要穿越到7个世界中，在这些最终 BOSS 还小的时候，去尽力用亲情、友情感化他们，降低他们对世界的破坏，从而达到让天道正常运转的目的。还记得原时间线上，你以弟弟的身份接近他，最初是被他照顾、保护，到后来在他危难之际，是你反过来保护了他，帮助他改邪归正，随后离去。按道理来说，他之后应该永远在那个地方隐居了才对，而且关于你的那部分记忆也应该被世界意志抹除了呀。可现在怎么又……雨中红发少女开口：“弟弟，我是不会抛弃你的，除非我死。”没错，这是当年他跟你做的约定，不然雷声大作。接下来你两眼一黑，等再醒来就是一处山洞。看了眼剩下法阵，这是困仙阵吗？火灵儿打了个响指，阵法上的束缚自动解开，让楚乔到来。你神色复杂，姐。对面之人面无表情，沉默许久后，突然一把抱住你：“弟弟，我好想你。”你愣住了，熟悉的拥抱让两人的记忆飘回了10几年前。当时你穿越的时候比较特殊，只有3岁羸弱的身体，从缸里爬出来，脏兮兮的，然后村子里都是战火、焦尸和断壁残垣。系统给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哭，一边哭一边叫姐姐，不然就等着饿死吧。在你的哇啦声中，一个女孩子皱眉走了过来，看了眼四周的焦尸，哪个是你姐？然而你没有回答问题，只是一个劲的哭：“姐，你姐死了，她不要你了，哭也没用，所有人都死了，明白吗？”原来在系统给你的前情提要中有过剧情说明，在这个世界原有的时间线中，火灵儿也有个弟弟叫做火阳。原时间线里，小时候他们家乡遭土匪洗劫，只有2姐弟活了下来。而这时候正好有精通验算的仙人林妃子路过，他算出火灵儿乃是祸害苍生的天生极恶之人，而弟弟火阳则是拯救苍生之人。于是他带走了后者，放任前者自生自灭。没人知道当时那个小女孩是怎么活下来的，只知道当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，已经篡位成了当时最大城市沿江城的新城主。他杀老城主上位，把这个富饶的城市变成了恶人的花园，肆意享乐，为所欲为。林妃子悔不当初前来挑战，想弥补当年的错误，可却被狠狠虐杀。徒弟火阳悲痛欲绝，从此姐弟俩彻底走向对立面。当此之时，天下再无他之对手，就连世界意志都束手无策。于是派你来执行天道的一系列计划，来改变这个女反派。你当时的问题是这样的：天道直接出手不行吗？系统摇头，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女反派们是人道意志的化身，若天道贸然下场，会让世界失衡的。你叹气，可真的要执行这么残忍的计划吗？在我看下来，火灵儿才是最初被抛弃的那个，她很无辜，不是吗？马飞笑了，听好了，小子，你面前这个可不是什么无辜小女孩，你忘了天道对她的定义了吗？名为恶人的救世主。没错，天道针对每个世界的女反派都做出了不同定义。这7个世界的反派分别是不择手段的攀登者、恶人的救世主、双面的帝王、利益至上的厚颜之徒、善于伪装的阴鬼使者、无法自控的独裁暴君，以及玩弄众生的天之王者。7个世界的女反派一个比一个无可救药和邪恶。火灵儿天生就是极恶之人，她的恶刻在骨子里，你改变不了。场景回到现实，你还在继续哭，他却抬头仰天，任由雨水落在脸上。片刻后，闭嘴，别哭了，不要你就不活了嘛！抹了把脸上的水，我也没人要了。你看我哭了吗？或许是被吓到，哭声停止。你一抬头，沉默中过去了1秒、2秒，然后这个系统所说的极恶之人嫌弃皱眉：“别哭了，你要愿意，以后我就当你姐，我不会不要你的。”说着，蹲下一把抱住我，说到做到。这时乌云散去，小女孩背着小屁孩往森林深处走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萧凡，我叫火灵儿。记住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姐了，叫姐。姐，我不会抛下你的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火灵儿绝不抛弃萧凡，我说到做到。记忆的画面和现实交叠，或许是因为惭愧。总之，你说出了那句话：“姐，我也很想你。”没错，在故事的终局里，火灵儿说到做到，但你没有。记忆中和姐姐荒野求生的那段岁月的确不好过。一个10岁的女孩带着3岁男孩采野果、找河流、杀鱼烤火。不过还好，火灵儿是天生仙人之体，灵气凝聚在指尖，杀猎物还凑合。你的身体太过弱小，
是他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。他经常会看着月亮发呆。这天他抱着膝盖，连鱼烤糊了都没发现。你偷偷拽了拽，姐，鱼烤好了。他回过神抓过鱼，撕下鱼肉在嘴里咀嚼，再吐出来，捏成黏糊糊的团塞了你嘴里吃。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，你只能皱眉吃下。姐弟俩的进餐就是这样的，不管是鱼肉还是什么肉，都在他嘴里先过一遍再给你，因为天生平柔的3岁小屁孩咬肌没那么强大。吃完后冷风吹过，你缩了缩身子，靠过来点。嘴上虽是这么说，实际上是他凑过去，温度从身边传递过来，同时还有女孩的声音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喜欢我。母亲生下弟弟后就死了，父亲是个酒鬼，看我的发色不顺眼，经常喝醉了拿我出气，不给我吃饱。村子里的大家也不喜欢我，他们嘲笑我的头发，说是妖怪变的。幸好我还有个弟弟，我对他很好，他也对我很好。可是话锋一转，他不要我了。感受到姐姐的颤抖，你想伸手，可他却把身子转了过去。他不要我了，我一无所有了。姐姐不哭，我没哭。姐姐不伤心，哭鼻子不好。背后的人突然沉默了，良久后他才开口：是这样不好。忽然女孩从背后抱住了你，你是不是担心我会抛弃你？放心，我不会的，除非我死。所以你也别抛弃我。记忆的画面和现实交叠，在你怀里的姐姐抬起头，收起哭腔，面冷如霜。既然想我，那为什么抛下我？弟弟，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吗？难道你忘了吗？姐，我不想听这句。你犹豫着想换个说辞，可几道雷霆已经爬上了后颈。接下来就是眼前一黑，身子一软，火灵抱着你。弟弟别怕，姐姐不会伤害你，安心睡吧。等姐姐把狐狸精都除掉，我们就一起生活，再也不分开。这会儿镜头再次切回回忆，你和火灵儿的野人生活过了2年后，这天一伙土匪刚打劫完，发现了2个小屁孩，二话不说就都给抓了。在马车里被运送的时候，女孩抱了抱你，低声说道：别怕，姐姐会保护你，相信我，我说到做到。我相信姐姐。这会儿土匪的老大叫做刘麻子，是个狠角色，7岁杀了爹娘，20岁自己靠着天生的雷灵根修成了仙人，召集了一批人在沿江城附近称王称霸。到了土匪窝后，那些男人们被带出去搜刮，女人就被带到一个黑乎乎的地窖。刘麻子咧嘴一笑：小的们，赏你们了，好耶！这时他手下的光头注意到了2个小屁孩，哟呵，还有额外收获。一旁的小弟都惊了，包爷他就是个小屁孩啊，你懂个屁，小屁孩才有意思，滚一边去！老子好久都没有开荤了。一脸变态靠了过来，火灵儿脸色苍白几分，可结果下一秒他一把推开，抱起你，嘿嘿，跟叔叔去房间里玩游戏吧。你是真的要吐了呀！这土匪这么变态！突然一道身影闪过，光头还没反应过来，下巴就传来了剧烈疼痛。少女拦在你身前，尽管颤抖，你不要动我弟弟。下一刻，灵气凝聚在手掌，形成刀刃，一进一出。光头不敢置信，你居然……可还没结束，火灵儿跟着了魔似的，一下又一下。我的弟弟，不准你碰，不准你碰！小弟们尖叫：啊，把爷死啦！这下所有的土匪都停下了动作。刘麻子走了过来，好个小丫头，居然是天生仙人体，老爸死的不亏，有潜力。他死了，这位子你坐，我看行。但是话锋一转，面目狰狞，杀我兄弟得有点惩罚才行，给我跪下！乌云凝聚，雷光劈下，你下意识双腿一软，可被女孩一把拽住，灵力灌注了他的双腿，死死咬住牙，嘴角渗出鲜血。他不跪，他的弟弟也不能跪。时间过去6个月，你们就这样在这个叫恶人窝的山寨落脚了。某天系统吗啡提醒你，注意哦，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是20岁。前期你想怎么感化他我都不管，但如果过了那个时间你的方法不管用，那必须重新执行天道的计划。你点点头，不过他很快又发出低沉的笑声，哭哭哭。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你觉得火灵为什么没有在土匪刚来的时候进行抵抗呢？你愣住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他非得等到你们被带回来才展现能力呢？你觉得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最开始的目的就是这里呀！你可别忘了天道对他的定义，恶人的救世主，他是人性本恶的存在，每个举动都可以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。你想想，为什么当时全村人都被杀了，就他和弟弟活了下来？这会儿火灵儿走过来，姐，他没搭理，径直坐下，头一歪，手托着自己的半边脸颊，过来给我捏捏腿。这是现在不过12岁的他对弟弟所展现出来的最大恶意。很快又是2年过去，火灵儿的衣服也从粗布麻衣变成了一身劲装，背负大刀，身上的血腥气也一天比一天重。没错，他杀人了。土匪的世界这是常态，和冷若许不同，这一次你甚至没办法阻止。姐姐这些年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暴躁，晚上也不和你说心事，把真正的自己重新包裹起来。唯一没变的就是让你给她捏腿。这天你拿出一个木头雕刻的人偶，勉强认得出是个女孩。姐，她一动不动，
姐，这次终于放下了腿，拿过木偶，丑死了。这么说着，随我放进怀里，你脸上一喜，我会努力把姐姐做得漂亮点的。你相信，终有一天两人会像普通的姐弟一样。接下来，他又笑起腿，缓缓嗯了一声。你明白意思，上前捏腿。时间又过去3年，最近的姐姐不太一样，总是半夜偷偷出门，然后快凌晨再回来睡觉。这天晚上亦是如此。马飞跳出来播放了一下，画面里火灵儿带着个人铜驼，情况怎么样？头儿已经确定了，刘麻子将在2天后的子时冲击地仙。火亮点点头，随我来。3人走到一处峡谷内，300个持刀的黑衣人低头，为首的铁托率先低头。火姐好，火姐好。不管他今天冲不冲击地仙，明日我们便要动手。你心头一跳，一个10几岁的女孩，居然偷偷养了这么多死士吗？还策反了刘麻子的大将，他想做什么？这时，火灵儿抬头看向画面，你心头一跳，两人视线越过时空对视一起，马飞马上关闭了画面。喵了个咪啊，太可怕了！这直觉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的。回到家后，你问姐姐去哪儿了？她抱住床上的你，沉默许久后，弟弟，你会支持我吗？当时你的答案是，只要姐姐不做坏事，我就支持。第2天雷雨交加的时候，头发火红的少女站上高台，举起刘麻子的头，台下土匪狂欢。她并非用武力胁迫大家，年仅10几岁的小女孩用了3年时间诛杀了一帮恶人的头领，而原来的恶人为她的举动狂欢。这一瞬，你有种不真实感。这样的人，我真的有办法改变他吗？台上的他淋着暴雨，一如既往仰望天空，正如现实世界的火灵儿抬头仰天。他的身后电龙咆哮，凡所过之处雷灾肆虐。还记得弟弟说过的话，只要姐姐不做坏事，我就支持。可是什么是坏事呢？还记得小时候有个算命的路过村里，父亲拉着弟弟跟自己去看，那个老道士指着火阳说，这孩子天生善人，以后必是富贵救世之人。又指着小女孩，这孩子命格是个大败，孤独行客，周边的亲人怕是都要被克死。算命的走了，那天晚上火灵儿第一次被父亲打，从那以后就一直打，不管干什么都会被怀疑。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后，慢慢的他就成了魔女的象征。7岁那年，父亲过生日，他做了碗长寿面，希望父亲别打他。爹，我是孝顺的，我不想再被打了，每次被打都好痛。可男人没有吃，反而是怀疑问了句：“你不会下毒了吧？”记忆回到现实，身后狂雷更加肆虐。是啊，什么是坏事呢？你看着他沉默许久，也没有说话。想起了10几年前姐姐反叛成功之后的日子，刘麻子死后又过了几年，火灵儿长大了，她的灵气带上了雷电属性。根据系统的说法，这是她独有的能力，可以吞噬他人的灵根。雷电来自刘麻子的雷灵根，但是会有副作用，一旦开始就得不停吞噬，否则原本夺过来的灵根就会反噬，她的实力越来越强，也越来越忙了，但还是会记得经常照看弟弟。这天难得回家后，你兴奋跑过去，姐，今天那么早呀？姐姐你看我的技术又进步了。喏，这个是姐姐，这个是我。火灵的视线在2个木雕间移动，过了半晌才回了一个清冷的声音：为什么我这么矮？你转了个圈，因为啊，我以后要长得比姐姐还高。火灵把木雕揣进怀里，又大马金刀的坐下，帮我捏腿。好的，一边捏一边说：姐姐，铁头叔叔说今年我们这一次过年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姐姐，铁头叔叔好能吃啊，比我还能吃。姐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好看了？姐，过年的时候我们去看星星好不好呀？终于到了年关，火灵宣布要过年的时候，那帮土匪眼睛里都是诧异，都是刀口舔血的人，谁接触过这个？但既然头发化了，那就过呗，只当是首领年纪小，想过年玩玩。于是乎，恶人窝挂上了红灯笼。可正当年味正浓，你也很期待的时候，某天夜里，姐姐忽然说：“今年过年，铁头跟你过。”哎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消失了。另一边，恶人窝忠义堂，此时铜头王带着一众部下，攻城多时。大当家的，还没有找到灵根的失格者嘛？周边村庄能抓来的全都抓完了，岩浆城倒是有，但你知道的，老城主本身就是地仙修为，背后更有仙人宗门支持，我们不敢动啊。知道了，火印在他的瞳孔中无言，体内的蚀骨之痛还在翻涌，有阵子没吞噬灵根，他快承受不住反噬了。忽然铜头道：“城主我们打不过，但他儿子和女儿的灵根正合适，而且根据可靠消息，他会在除夕夜后离开城。”我知道了。一阵沉默过后，忽然他想到了什么：“老三，你说什么是恶呢？恶啊，当然是顺天者为善，逆天者为恶喽。系统马飞是这么说的。这个世界的女主顾天真，天真可爱，善良活泼，顺天者善喽。女反派火灵儿呢，就天生恶人，逆天而行，大大的坏。你无语，好吧？那你记得帮我监控下火灵儿这段时间在干嘛，我不能让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现在这副身体也太孱弱了。姐姐那么强，自己想做啥都难，只能尽量用爱去感染下吧。除夕前夜的时候，姐姐忽然说要带你去进城玩，城里年味很浓。你一会儿拉着她看
这个，一会儿买那个。火灵儿没什么反应，但凡弟弟要的，他都答应了。路过一个皮影戏的时候，讲的是狐妖和书生的故事，故事绘声绘色。你问道：“姐姐，你喜欢狐狸吗？”不喜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狐狸是最不遵守诺言的动物。接下来走到一处府邸时，火灵儿停下脚步。顾府那是城主的住处，你跟他说着一路上的见闻、开心的事情，他只是听着，偶尔应一声。身体微微颤抖，那是尸骨之痛在反噬。突然，你看到对面街角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有些奇怪的人蜷缩在那儿。忽然道：“姐姐，能给我点钱吗？”接下来，他看着你拿钱买了很多面饼，然后到街角一个个分过去。他转头看了眼顾府，尸骨之痛反噬的更厉害了。不知不觉间，姐里头发开始变白。等你从街角跑回来的时候，摸了摸鼻子：“姐姐，可以再给我点钱吗？有些小孩还没分到。”火灵儿掏出钱，看着弟弟欢快跑去的背影，身体抖得更厉害了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为什么？他在看别人。最终回到山寨，等你熟睡的时候，火灵儿慢慢走了出去。此时他的头发大半变得雪白，面无血色，气息极其不稳定。一挥手，铜驼出现在身边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头，都安排好了。当晚，顾松和顾天真出城的时候，突然遭到土匪袭击，雷光下一只手穿透了他的身躯。与此映照的还有顾天真呆滞的脸。火灵儿感受到手掌上传来的灵力，他问自己：什么是恶呢？另一边，你猛然惊醒，不对，姐姐这阵子太不对了。如果按照原时间线上的剧情，想到了今天她去过的顾府，不好。深夜，火灵儿回来了，现在她气色明显好了很多，脸色红润饱满。看到弟弟坐在门口，怎么还没睡？闻着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，你开口：姐姐去哪儿了？她没有多谈的欲望，办点事儿。说完走了进去。姐，他转头，眼眸无光。什么事儿？没什么。姐姐你去好了。到底还是没敢说出口。等火灵儿洗漱完毕，两人一起躺床上的时候，你率先开口：姐，你今天开心吗？过了好久，直到你再问了一遍，他才有了反应。还行。你又开口：我今天很开心。他转过身，对上你的眼睛，下意识伸手轻轻抚摸着头。是吗？你开心就好。随后缓缓用力。啊，姐，好痛！等回过神的时候，自家姐姐已经骑到了身上，发丝落在脸上，像是蜘蛛腿，面目狰狞。可是我不开心，我是你的姐姐，可是你却不关心我，反而跑去关心帮陌生人，我不开心。手越掐越紧，在弟弟心里，姐姐应该是第一位，所以我不开心。姐，我们说好的，我是你姐，你是我弟，姐姐要做好姐姐的职责，保护弟弟，关心弟弟，弟弟要关心姐姐，尊敬姐姐，你应该把我放在第一位的。手上的力气逐渐松了，你大口喘气。对不起弟弟，姐姐错了，姐姐向你道歉，我会当个好姐姐的，所以你以后也要做个好弟弟，好不好？火灵儿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不断问着自己，什么是恶？最终他得出了答案：不守诺言者为恶。火灵儿回忆起了小时候的日子，在4岁的时候，火灵儿的母亲又怀孕了，由于天生仙人体，小女孩能看到很多常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所以她很少流露情绪。但那段日子是她童年短暂的快乐时光，因为母亲会经常摸着肚子，温柔讲着故事。直到某天晚上，她看见母亲身上的气正在消失，突然问道：妈妈会一直陪着我吗？母亲的微笑还是那么温暖。当然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灵儿要当个好姐姐哦。好，火灵儿答应了，这是她给母亲的诺言。但母亲却食言了。她总会想起那天，妈妈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屋子里到处都是血腥味，父亲哭着跪倒在地，旁边的婴儿发出阵阵啼哭，宣告着自己的到来。那个男人没有看母亲一眼，反而专注地看着婴儿。母亲没有遵守诺言，没关系，他来遵守。自那之后，父亲就变得消沉，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甚至照顾弟弟都靠火灵儿一人。直到2年后，那个算命先生来到他们村子，那时开始，火灵儿就成了恶的化身。母亲的死亡时，他表现出了淡漠以及早熟、无法揣摩的情绪，这些通通被放大，定义成了恶。这个怪胎连生死了都无动于衷，难怪道长说他是天生恶人，我看怕是什么妖怪转世吧，我呸！于是他开始思考什么是恶。父亲不让自己和弟弟接触，可是那个男人根本不会照顾孩子。听着他暴怒的声音和弟弟的哭声，他在想什么是恶。有一天，他在山里碰见一只狐妖，他奄奄一息：小姑娘，帮帮我吧，只要你帮我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那你可以当我的朋友吗？可以。说话算话吗？当然。就这样，他把狐妖安置在一个山洞里，每天都带着食物和水去找他。1个月后，狐妖好了，一人一妖成了朋友。当说起他某个前辈人妖相恋的故事时，那妖怪嗤笑：哈哈，真是愚蠢，居然为了一个人类男子，连修为性命都不要了。要是我，才不会那样呢。对，姐妹，我也劝你一句，以后长大了，别在爱情里陷得太深，要不然以后就出不来了。火灵儿很好奇，什么是爱情？爱情就是……
我跟你这个没毛的小孩讲这个干嘛？你要是愿意啊，以后我再跟你说。狐妖说以后，可是没有以后了。仅仅不到半个月，火灵儿就找不到他了。他在约定的地方等了好久好久，因为一天一夜不见人，父亲还打了他，他挨着打没有吭声，心里一直在想什么是恶，想了好久好久。算命的说他是天生恶人，但没有告诉他什么是恶。狐妖告诉他以后千万不要陷入爱情，但没有告诉他什么是爱。没人告诉火灵儿，他只能自己想。想啊想，他发现好多人都食言了。母亲说会一直陪着他，母亲食言了。狐妖说会做一辈子的朋友，他也食言了。4岁的弟弟抱着他的大腿说：“姐姐，我会永远跟着你，不离不弃。”最后弟弟也食言了。那天在废墟中，他倒在地上，看着弟弟跟着那位仙人离去。仙人对弟弟说：“你是天命之子，这是苍生的任务，注定会压在你肩上。”弟弟说：“你不能把我的姐姐一起带走吗？”不行，你姐姐未来注定会为苍生带来劫难。可是我姐姐她，孩子，你要明白，我现在不对她出手，任由她自生自灭，本身就是一种仁慈了。于是弟弟走了，少女躺在那里，任由雨滴落在身上，她觉得心好像死了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她自问已经做到了最好，她想成为一个好女儿、好朋友、好姐姐。可父亲、朋友、弟弟最后都没有尽到他们的职责，错的不是我，是他们。我已经做到最好了，可是为什么命运如此悲惨？就因为那个算命的一句天生恶人嘛，我都已经做到最好了，为什么还是恶呢？直到这时，旁边传来一声啼哭：“姐姐，姐姐！”于是少女一瘸一拐走到那个小屁孩面前，这家伙孤身一人，身边也都是礁石，自己也孤独一人，鬼使神差的，他说出了那句话：“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以后我就当你姐，我不会不要你的，我说到做到。”时间线回到恶人窝的现在，扔下你在房间后，火灵儿走出房门，仰望满天的星空。他已经想明白了，一路走来，他作为女儿、朋友、姐姐，直至山寨的大当家，他都做到了最好。他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，但总有人扮演不好他们对应的角色。他们不重视诺言，不明白身份地位，父亲也有父亲的样子，姐姐也有姐姐的样子，违背这些应有的规则，忤逆自己许下的诺言，这就是恶。乌云慢慢遮住繁星，火灵儿仰天狂笑：“愚蠢！我真是太愚蠢了，居然为了几个破问题纠结了这么多年。什么是恶？人们不重视诺言，不扮演好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角色，这便是恶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家庭父母不做父母该做的事，那这个家庭就会破裂，恶就会随之诞生。什么是爱？人们重视诺言，扮演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角色，这便是爱。答案多么简单啊！那个算命的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恶人不是他火灵儿，是他的父母、他的朋友、他的弟弟，以及那些懵懂无知的凡人。天空中雷霆咆哮，火灵儿狰狞的表情瞬间消失，转身回屋，手里拿着皮鞭，双手抱住你弟弟。姐姐刚才伤害了你，对不起，姐姐没有做好该做的事情，啪的一声给了自己耳光。可是你也没有做好弟弟该做的事情，举起鞭子，啪的一下，你痛得倒抽一口冷气。姐姐的表情没有温度，身为弟弟，你应该时刻关心姐姐，而不是去关心什么乞丐。你应该把我放在第一位，懂吗？说完，手上鞭子再次挥打。姐姐别打了，能不能好好说？火灵儿盯着你，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你不知道，你连自己的恶都不知道。不行啊，弟弟！说着，又是一鞭子抽了过来。他知道自己一定要纠正弟弟的恶，这是他的责任，也是他的爱和善。从这天火灵的转变开始，你别说改变他了，反而被拿捏得死死的，各种繁文缛节、规章教条，甚至细致到了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如果不遵守，就是一顿毒打。日子就这么到了你14岁的时候，吗啡都忍不住摇头，实在不行就放弃吧。你沉默了，这些年恶人窝势力愈发壮大，朝廷的重犯、流寇大盗都纷纷过来投奔，因为据说只要遵守大当家定下的规矩，无论你是好人坏人都能得到庇护。如今恶人窝有10万人众，除了沿江城周边的一切都已落入火灵儿的掌控中，而他的下一步就是出征沿江。他曾放出话来，只要攻下，所有人纵情3天，无论干出什么事情一概不管。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还想做点努力？出征大会召开前，深吸口气，为了今天，这些年都忍下来了，甚至还要努力不断修炼。你也确定了一个事实，自己的这位姐姐绝对不是靠教育就能醒悟的存在。和冷若雪明白自己是错的，但执意要这么做不同，火灵儿是压根不觉得自己有问题，所以哪怕是打醒他，你也要让他意识到这么做是不对的。走到大殿门口，他麾下4大天王之一的雪哥出现在你面前。少主，请跟我来。一进门就看到最高处的火灵儿。大当家扫了一圈，看见众人都只是到场后，满意点头。铁驼，开始吧。各位，根据情报，沿江城主身负重伤，
而背后支持他的仙人宗门也出了内乱。大当家的指引我们向前，我们必将建功立业，青史留名。下一秒，无数街口纷纷响应，撕碎敌人，要我等雄威！就在此时，你起身面向王座，大当家的，我有话要说。姐姐的眼中燃起怒火，退下！恶人们纷纷下跪，只有你硬着头皮。大当家的，我不是要反对您出征岩浆，我只想恳求您收回之前的诺言。您占领了岩浆后，那里的子民就都是您的子民，统治者如父母，天下哪有父母伤害孩子的道理？放肆！怒火猛然爆发，威压又强了3分。你嘴角流血，土黄色的灵气形成一层护盾，倔强不低头。他冷笑一声：“我说你哪来的胆子反抗我？原来是修炼有成了。大当家的，我没有要反抗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让您收回之前说的话。哦，你想说的仅仅是这些吗？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声姐姐。”身影忽然出现在面前，一掌下去，土黄色的护盾咔嚓一声碎了一地。下一瞬间，身影倒飞出去，喷出一口鲜血。刚准备爬起身，他却踩在你肩膀上。区区人仙，就想让我违背诺言了吗？我愚蠢的弟弟，是我当年救的你，把你养大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让我改变？以为有点实力就可以在姐姐面前指手画脚了吗？还是说你已经不想当我弟弟了呢？你抬起头，姐，你……砰了一声，雷光炸响。弟弟，你说过你会支持我的，你说过只要我不做坏事，你就会支持我。还是说你觉得姐姐做的坏事是个恶人？你深吸口气，姐姐，现在我派出的信使已经到了岩浆城外，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，信使马上会给城内报信。我不想阻拦你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滥杀无辜。霍灵儿笑了，好本事，居然敢威胁我。也好，那就让你看看。打了个响指，凭空一面镜子出现。此时岩浆城正熊熊燃烧。什么？弟弟，你简直愚蠢的可爱！我的灵根是雷，但凡乌云之下，便是我的感知。你以为你做什么事儿能瞒得过我吗？那个所谓的信使早就被我控制，今天的集会不过是个幌子。攻城这样的大事，当然是兵贵神速。你以为我是那种招摇到也先开会宣布的蠢货吗？倒是你的表现让我失望。你是我火灵儿的弟弟，但却心向外人，为了那帮人跑来跟姐姐斗。是我当年救的你，是我把你抚养长大，我才是你姐姐，你的心里只能有我。下一秒，天雷晃晃，雷电灌入你全身。在你倒下之前，视野中的姐姐冷漠无情。此时岩浆城的方向，天边已经映成了一片火红。在弟弟晕倒之前，火灵儿听到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。”大当家捂着胸口，大口喘着粗气。是幻听，一定是幻听。自己明明没有做错，是弟弟错了，以下犯上，错的是他。可倒在地上那人已经爬不起来了，记忆停留在那句话上：“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。”心好痛，为什么？这一次我明明没做错，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于是他蹲下，温柔抱住你：“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很痛吧？对不起，姐姐力气用大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只是变坏了，不再是那个乖孩子。姐姐会帮你改正，让你变回那个好孩子的。”他抱着你，哼了很久很久以前母亲哼给他听的歌。工程事件过去了，这次你被看管的更加严格。时间又过去2年，这天一个人来看你：“萧凡弟弟，我买了天山楼的糕点了，你快尝尝。”哎，雪哥姐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上次被我姐发现后挨了顿打，这一次又敢来了？嗨，上次是不小心，这一次我特地改善了隐匿杀招，你姐发现不了我。真的没问题吗？说着抬头看了一下天空。自从火灵儿攻下岩浆城后，这里的天空就再也没有晴朗过，乌云下便是他的感知。2年前你就受过这个教训了。雪哥呵呵一笑：“我的力量可不是他赋予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是地仙，真要跟你姐打起来，指不定谁赢谁输呢。”没错，作为第2个世界的大反派，火灵儿的天赋并不只是吞噬那么简单。被他吞噬的灵根会分裂成2种灵气，第一种是随灵根一起被火灵儿掌握，第2种则是分裂成血色灵气。火灵儿可以用这种灵气创造出血灵根，从而把凡人转化成能使用灵气的嗜血者。理论上来说，他一个人就能创造出一支人仙境的嗜血者大军。这么强大的能力，当然会有副作用，会让他从吞噬第1个灵根开始就无法停下，否则时间一长就会受到深入灵魂的疼痛。想到这儿，雪哥姐，我姐怎么样了？他勉强一笑：“你姐不是每天都会回来吗？怎么还问我呢？她不会给我看到她痛苦的一面。她现在很不对劲吧？”雪哥沉默了。恶人窝的势力虽然恐怖，但仅是相对凡间而言。此时岩浆城背后的仙人宗门内乱平息，目光重新放回岩浆城中。据说不日就会派人来镇压，而火灵儿的吞噬天赋需要不断吞噬灵根，否则就会出现问题。如今寻常的灵根已经无法满足他了。
必须是得地仙级别的灵根才行。而岩浆城此时的地仙只有2个，一个是经过修炼后的你，另一个就是雪哥。火灵儿如今的状态很不对劲，易怒、狰狞、喜怒无常。昨天开会时，甚至会突然用头去撞墙。雪哥十分无奈，马上仙人宗门的报复就要来了，手里却出了问题。唉，听天由命吧。你忽然道：“雪哥姐姐，我想出去走走。”他点头，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可千万别跟你姐说，要不然她非得打死我不可。等到了城里，看到不远处巷子内，一个少女将男孩护在身后。你们想做什么？为首的大汉舔舔嘴唇，我们怀疑你跟反抗军有关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少女眼眶通红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反抗军，你们已经有这个理由没收了我们的房子，现在还想干什么？我们想干什么？跟我们走一趟就知道了。老大，我比较喜欢那个小的。下一秒，壮汉们哄笑起来。你默默看着，已经2年了，还要打着反抗军的名号来干这种事的渣子吗？雪哥眉头一皱，是啊，还有，不但有，这2年还愈演愈烈。因为这个事情，整个岩浆城才会如此死气沉沉。雪哥姐，拜托你了。他点头，身影忽然消失，下一秒出现在少女身前，手轻轻一挥，干净利落结束了壮汉的性命。最后剩下的那人跪在地上，天王，我是铜头王的人，首领规定了，天王之间不可以处置对方的下属。雪哥呵呵一笑，是吗？可首领还规定，下属不可以忤逆上级，不然随意处置。你刚刚是不是反驳我了？我没有啊，天王，我没有。挥手，那人就倒在了地上。现在不就有了吗？下一秒又回到你身后，辛苦了，雪哥姐姐。没事，这种蛀虫，我看他们不顺眼好久了。另一边，血色宫殿内，火灵儿不停地用头撞击石柱，副作用越来越严重了。这深入灵魂的阵痛根本无法缓解。不久后，他停了下来。铁驼进来汇报情况。铁驼掏出一个卷轴，上面记载的正是你近期的状况。扫视两眼，火灵儿的眼眸中闪烁出暴虐，让雪哥到这里来。现在画面一转，他高坐王座之上，雪哥浑身颤抖。首领，火灵儿语气威严：雪哥，你来投奔我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，我可以收留你，但前提是你不能坏了我的规矩。首领，我没有狡辩，你杀了铜头王属下，坏了我的规矩。雪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说完，凝结出一根长鞭，啪的一声，面具打落。雪哥缓缓抬头，灵儿，闭嘴，别这么叫我！一掌挥出，他喷出一口鲜血，当场被打出原形。我说了，你没有这个资格叫我。又是一掌过去，你不是我的朋友雪哥，当年是你一声不想离开，丢下了我，随后又为了那个人类男子四处偷药，最终偷到仙人头上，被人追杀，走投无路。在这个时候，是我把你从那帮人手上救了下来，是我收留了你，给你权力和地位。可你呢？你是怎么报答我的？你做不到成为我的好朋友，难道连成为我的好下属也做不到吗？不是这样的，灵儿，我说了，你不配叫我这个名字。气浪爆发，雪哥被震得喷出口鲜血。大家都觉得仙剑宗是为了岩浆城而来，但只有你自己清楚，2年前是你为了救那个男人去偷药，连带着偷了他们宗门的至宝，不然他们怎么会因为区区一座城池就找上门来？你惹的烂摊子，我在帮你收拾，但你呢，背着我在勾搭我弟狐狸精，我看你是找死。灵儿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。看看铁头交上来的报告吧，仙剑宗派了10名地仙，1名天仙，这么大的阵仗都是因为你。雪哥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，他也没想到那个至宝牵连如此之大，会让仙剑宗倾巢而出。火灵儿目光冰冷，这才道出真实目的，我也是地仙巅峰，如果能吞噬同级灵根突破，那此次危难未必不可解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雪哥脸色惨白，如今岩浆城的地仙只有2个，一个是他，还有一个是你。神色复杂，最后默默看了眼身后的大门，那里早就已经被电网禁制封锁，我还有选择的权利吗？等你再看到姐姐的时候，黑云压城，她正在院前，一头红发随风飞舞，空中隐隐传来出的威压，那是仙人即将到了。你看得出她气色明显好了很多，但依旧没有达到天仙境，她快没有时间了。走到你面前，眼里的深渊一如既往，看不透道不明。你笑着递过去一个木雕，姐姐你看。火灵儿接了过来，全然没有看的心思，烦躁，好烦躁。这时你扯了扯衣袖，姐你怎么了？风声不停，在良久的沉默后，他开口，弟弟你会支持我吗？那年造反前夜，他也问了这个问题，当时你的回答是，只要姐姐不做坏事，我就支持。而现在你依旧如当年，可以哦，只要是姐姐，不管做什么我都支持。张开了双手，就像是要迎接自己的命运。火灵儿眼中的深渊在这一刻破碎。那年母亲跟他说要当个好姐姐，他说好；父亲让他在家里帮忙干活，他说好；狐妖说救救他
他说好，他一直都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，可最终却落得孤身一人。于是他重整恶人窝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。很多人都对他说好，但他还是觉得孤独。他们的支持或是为了力量，或是为了权力，没有一个是为了他自己。轰隆，狂雷闪过，雨水落下，少年再次开口：“我支持你哦，姐姐。”霍灵儿低着头：“你支持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一次要支持我？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我要……”你微微一笑：“我知道，姐姐，你需要灵根，我的灵根。雪哥姐姐一个人的不够，对吧？岩浆城附近已经没有地仙了，现在我就是最好的选择。虽然你一直在隐藏，但我知道你的痛苦。你从来不在我面前展示，是因为你在逼着自己遵守规矩。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好姐姐，一个不让弟弟担心的好姐姐。可是老天爷不给你解决的时间了。”你摸了摸他的脸颊。狂雷再度落下，我知道仙剑宗马上就要到这里来了，所以姐姐杀了我，拿走我的灵根吧，姐姐，这一次就让我来保护你吧。下一秒，雨水突然停止，霍灵儿眼神冰冷：“你来保护我？”一把打掉那只手。你是我的弟弟，我用得着你来保护我吗？没有你的灵根，我照样能歼灭敌人。说完，转身就走，声音响彻岩浆城，地煞天罡四大天王血殿集合。不久后，乌云被剑光撕裂，林妃子带着10名地仙降临岩浆城。随着感知不断扩散，他皱着眉头，奇怪，整个岩浆已经变成了空城。等等，还有一个人。路的尽头，霍灵儿在王座上挥了挥手，无数血色雷劫降落，整个岩浆城被彻底封锁。他将雷鞭指向天空，这是让自己的雷灵根和血灵根强行融合，用燃烧天赋的方式短暂抵达了天仙境。为了让这招成功，他还对自己使用了一个副作用极大的仙道杀招苟延残喘，身体堆积的副作用会延缓12个小时之后承受。不得不说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，用这种方法把自己的天赋开发到了极致。为了诺言，他并没有选择吞噬弟弟的灵根，而是用出这样不灭的绝杀。恶人窝的人也都被他遣散走了，他来亲自负责断后。只要人都活着，他可以带着人重回山里，重整旗鼓，有朝一日卷土重来，村人失地，人地皆得。最大的恶人正满眼喋血腐蚀仙人。林妃子一挥手，此人留不得，大家一起出手。战斗的过程极其惨烈，霍灵儿的腹部都被打穿的情况下，强行换掉了对方5个地仙，可终究是寡不敌众。林妃子在这场战斗中留下了必杀的后手，那就是战斗开始之前，在暗中早就埋伏了一个实力全胜的天仙。仙道杀招，绝命金剑。等火灵儿意识到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躲了。大雨中，他笑着闭眼，是吗？只能走到这步了吗？也好，我遵守约定了呢。可下一秒，预想中的痛感并没有传来，而是身前多了一个人，金剑入体。那少年软软倒了下去，霍灵儿下意识接住，鲜血滴落在手上，这是弟弟的血。他违背诺言了，为什么？明明已经全力做到最好了，为什么还会？与此同时，五颜六色的杀招向他袭来，霍灵儿撑起血色护罩，死死抱着你的身体，眼泪忽然落下。小凡，小凡，弟弟。小时候，霍灵儿曾问过狐妖一个问题：什么是爱情？当时狐妖没有回答。长大后，当他再次遇见狐妖，此时他浑身是血，正在被人追杀。霍灵儿收留了他，并再次问他：什么是爱情？爱情啊，爱情就是你愿意为了对方付出。霍灵儿不禁思考，雪哥四处勾引男人，吸食精气，壮大实力，还偷了仙剑宗的至宝，做了这么多，却是为了帮另外一个男人疗伤，这就是爱吗？那日，霍灵儿站在屋顶，看着屋内的人，那个家伙不停刻着他和自己的目标，看他在孤灯下翻书，看他遥望无穷的天际，若有所思。不知不觉间，原来2个人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了，这就是爱情。爱情是为了愿意对方而付出吗？时间转回现在，他双目如火，雷霆在身后狂舞，胸口燃起红光，接着慢慢过渡到了你身上。仙道杀招苟延残喘被暂时转移到了你的体内，可与此同时，敌人已将他团团包围。仙道杀招弱水三千，仙道杀招千山大印，强大的灵气将他压倒在地。可随后，霍灵儿却不管不顾，慢慢挪动到你身前。弟弟，咬牙催动灵气，使出了那个技能仙道杀招共伤，被苟延残喘滞留的伤害尽数挪到了他自己身上。看着眼前的少年，从以前小小的一只，逐渐长得比他还高，比他还大，但那又怎么样？弟弟永远是弟弟，他倒在你身上，别怕，
姐姐会保护你。这场战斗最终以仙剑宗的大获全胜而告终，但并不代表他们获得了胜利。首先，火灵儿最后想要东山再起的疯狂，导致他在大战前将整个岩浆城的人都转化为了嗜血者，他们四处散开，隐藏在凡人的城镇中。其次，他们所要寻找的中门至宝剑魂星已经被火灵儿彻底吸收，融为一体。对于这个恶人，他们非但不能杀，还得把他治好，再想办法取出至宝，最后只能将他关押在受罪库里。不久后，仙剑宗向全天下公布了嗜血者的信息，修仙者和嗜血者的争斗正式开始。另一边，林妃子来见了你，她很奇怪，小弟弟，火灵的命运线我验算过，从来没有你这样一号人。你呵呵一笑，你想了解真正的验算法吗？10分钟后，当马飞展示了部分天道的循环变化后，林妃子的脸上都是膜拜。天啊，这是何等悠远高深的痕迹！验算的道理在你手上已经完备，我愿献出我的一切，请指点我。你呵呵一笑，那我要你帮我在仙剑宗获得身份，用你的全力行走。能在仙剑宗行动自如后，计划也来到了最终阶段。这时，系统掏出了一个瓶子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忘川水。趁着他还在重伤，你给他喂下这东西，会让他的记忆和认知逐渐消失，他会变得跟一张白纸一样。之后就是你最好的机会，用剩下的时间教导他、规劝他，让他彻底的依赖你。于是，忘川水和疗伤的药物一起被服下，火灵儿的伤势在一天天好转，但他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。弟弟，我好冷，可以抱抱我吗？阴冷的受罪库里，一大一小两个身躯紧紧贴在一起。他缓缓闭上双眼，除了母亲，从来没有人这么抱过他。从算命的给他定命开始，命运一直在对他发出无情的嘲笑，但他从不屈服，而是用自己的实力闯出一条路来。他本可以继续挑战命运，但是他遇见了你，似乎是感受到了你的身体颤抖。弟弟，你在哭吗？他往你怀里拱了拱，安心笑道：不要哭，弟弟，姐姐会保护你的，只要你不抛弃姐姐。就这样，日子慢慢过去了2年。这期间，你们搬到了仙剑宗后山的一个隐蔽小村舍。这2年来，你无时不刻陪伴着他，除了教他读书、陪他玩耍，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雕刻木雕。日子过得很平静，也是终于到了要分别的时候。这天，你回到小院的时候，他开心扑过来：弟弟，我的功课都完成了，我背给你听哦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，父之过。看着姐姐的样子，再也没有了那种君临天下的气魄。现在的火灵儿宛若小孩依恋在你身边。忽然，你摸着她柔润的头发道：姐姐，你最遵守诺言了，对吗？怎么啦，弟弟？那姐姐永远在这里生活，好不好？好，火灵儿是重视诺言之人，一旦答应，必定做到。没错，世界意志给他上了最后道枷锁，正是他自己。思绪逐渐混沌起来，你感觉到寿命将至，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。后面的几天，你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，起初是咳嗽，后来是呕血，最后甚至下不来床。他在床上，你对他招手：姐姐，来，这个给你。这个新的木雕是小时候姐姐背着你的那一幕，也是你认为此生最美好的一幕，这亦是最后的纪念。火灵儿满脸担忧：弟弟，你很难受吗？我出去给你弄药好不好？你摇摇头：姐姐，你答应过我的。随后你把这个叫姐姐的女人抱在怀里：姐姐，我呀要去一个地方。火灵儿眼眶一红：弟弟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你帮他拭去眼泪：没有不要你，只是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。姐姐要乖哦，要好好生活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的。弟弟，你为什么哭呀？你别哭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弟弟，不伤心，哭鼻子不好。不好，姐姐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好，那弟弟你什么时候走呀？我咔嚓一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。火灵就这样愣愣看着怀里的人，一点点消散。接下来，世界意志开始插手，关于你的记忆被一点点抹去。那我也要好好生活，等弟弟回来。弟弟，你在哪？我不要你走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弟弟，弟弟，不要走，弟弟，弟弟要遵守诺言，不要出去。
弟弟说了，要等他回来，他肯定不会失约的，要遵守诺言，不要出去。弟弟说了，要等他回来，他肯定不会失约的。夜未央繁星落眼眶，是一段柔韧的捆绑。请放过，雨烛光，要遵守诺言，不要出去。弟弟说要等他回来，随风飘荡。我要将它当作变一段美好的梦想。我答应过弟弟，到最后你终究在换着，又何妨共享？你不要我，我又被抛弃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为什么两人都已经不要那些了？两人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不遵守约定？这里好人会死的，我会死的，两人会死的。我知道你在找一个人，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帮你找到他。好啦，我独自拯救反派第3集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啦。如果想提前看后续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的刺猬猫阅读 APP 提前看后续哦。下载后打开并搜索“我独自拯救反派”就可以找到啦。第一个就是了，目前进度对应原作第2卷第29章，从这儿接着看就行。本系列我们也会继续更新，不过因为视频较长，制作比较用心，所以更新速度也会稍微慢点，但质量是绝对有保障的。这一次是第2个女反派的故事，那么后续她会通过什么方法来到现实找到男主呢？第3个女反派又什么时候出场呢？大家接下来敬请期待哦。那么我是卓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